討厭中華民國，你又愛中華民國紀年，是腦子有問題是不是？他說他是台獨的，結果他自稱是中國的動人。出院，自己，那腦子真有問題。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近台灣發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有一間甜品店叫做40甜品集。好，來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做青提馬卡龍？那青提呢，其實它用的這個綠色的葡萄呢，一般我們很少叫綠葡萄吧，一般叫白葡萄，是不是？會用綠葡萄嗎？這個說法還真的比較少見。葡萄其實主要是2種顏色嘛，綠色跟紅色，應該其實是紫色啦。然後，但是呢，因為現在品種慢慢劃分嘛，所以現在其實有很綠的，也有像麝香葡萄就很綠，然後也有什麼相對不那麼綠的，像這個可能是麝香葡萄去做的，然後也有不那麼綠的，比較長條的那種青綠色的，然後呢，甚至有那種接近幾乎沒有什麼顏色的淡白色，也有很紅的，有很紫的，甚至有很黑的，那基本上都叫葡萄。那什麼是提子呢？提子呢，據說是廣東人稱呼葡萄的一種說法。那這種青提這種說法，其實在台灣已經行之 N 年了，但是突然之間就被炎上。你看他在1月2號 po 的這個文，本店熱銷產品之一青提檸檬馬卡龍平均出貨近300個，辛苦師傅們了。然後你看有沒有看到這個是他的青提馬卡龍，看起來很好吃，對吧？結果呢，有人就來罵他們說什麼青提綠葡萄啦，然後這個店家就受不了，就說遇到傳說中的治癒警察了，嚇死人！青提就是好聽，同場加印青提檸檬和青提馬卡龍。然後呢，青鳥就抓狂了，青提這麼好聽，為什麼要刪文啊？喜歡表態炒店，留有看幫高調哦。我是不懂青提到底是什麼啦，也不想懂啊。這個幹嘛自己買打勾勾，只有40個粉絲。然後呢，開始各種出征，然後甚至有人就酸他們 cosplay 慘遭霸凌。扯假髮逼唱中共國歌，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們不知道。但是現在你民進黨這些青鳥的行為不就是一模一樣嗎？民進黨支持者32比0後果然都瘋掉了，太棒了！基隆經歷2次大罷免，又到處重生，又到處出征，基隆市民不會忘誰反對同罪就出征，太棒了，有沒有？繼續各種出征而且呢，他們呢打死不放，然後呢，你看這個也是一個。謝謝表態，我們治癒警察就不打擾咯，吵，好，就在諷刺小草嘛。老闆本人是草店結案啊，因為說這個人有追蹤柯文哲這樣子。大陸人也是說葡萄的，兩岸都是用葡萄香港或廣東除外。其實提子在大陸是一些商家為了凸顯自己品種高端的用法。就講一個最簡單嘛，台灣人不是最挺香港人嗎？那你青鳥不是挺香港人嗎？不是這一刻我們都是香港人嗎？香港人喜歡講青提，那你為什麼不挺青提呢？對不對？香港用語難道現在也變成支那語了嗎？很遺憾昨晚在另一個社群平台收到熱心民眾糾正我們產品使用了對岸的中國用語青提2字，由於言辭相當激烈，而且 Google 收到相當多的1星負評，都是和用餐體驗無關，本店沒有任何政治立場，所謂的表態單純是對產品比較好念而已。台灣是自由民主的國家，每個店家都有對自己產品的理解和堅持，請各位多尊重包容，非常感謝。此熱心民眾有過激言論和騷擾，我們會自己舉備案，感謝各位長久的支持。可以把青提這種支那詞改掉嗎？你們中國店家嗎？我一定抵制你們！綠葡萄就綠葡萄，叫什麼青提？滾出台灣！我會讓你們開不下去！咕！有沒有瘋？然後他竟然說還要威脅要報警，是真的是吵才會這樣哇！你跑去恐嚇店家開不下去，店家說你的過激言論，結果還反恐嚇啊！哇，老闆很用心本賬有追蹤科沒有追蹤菜，但甜點賬沒有追蹤科有追蹤菜啊！瘋了，你知道嗎？全部都在做政治審查剛看到店家片，本來想回你什麼，直接按封鎖算了，草已經沒有教化的必要。你知道青鳥現在有多恨小草嗎？恨極、惡極、怒極，甚至要怎樣除極呀？然後呢，繼續追殺。雖然剛才那篇刪了，不過疑似店家還是人員持續表態喲。我只跟他說，既然你說的是治癒警察，代表你知道什麼治癒，所以大家也沒說錯啊。當然你現在只是不爽大家的不爽，明明在那裡秋，還居然刪文，真是有夠沒膽。第一次知道青提只是小學去香港的時候，那時候台灣綠葡萄很少見，之後比較常見麝香葡萄或綠葡萄。個人認為青提沒有比較好聽，也並非台灣常常的用法，不介意可以支持，前提是要好吃。說真的，不能讓支語簡體字變成習慣，誤以為這樣很潮就糟了。勇於表態就是喜歡這種不想賺錢的讚讚。自我表態，这樣拍拍手，我們就不打擾了。基隆的甜點店，你看全部都是威脅。重點是什麼？重點是去給人家洗1星負評。合理懷疑老闆用了中國葡萄可以檢舉嘍。
留有避開愛之店，到底是什麼樣瘋狂的社群啊？我的天啊，有沒有？馬上有人諷刺，共產黨都有一個習慣，把人分類，然後貼標籤，然後鬥爭啊，這不就是現在青鳥在做的事情嗎？期待這些草店勇敢表態，拜託了，好惡，這種店不吃也罷，全部都是政治力量，而且你看有10萬次瀏覽。好，這事情出現之後呢，才上了新聞，甜點名店被出征，綠葡萄青提哀轟之語，業者心寒發聲。然後這事情呢還沒結束，我跟你講哦，接下來呢青鳥就滿世界開始到處出征，找用青提2個字的店家，到處出征，就變青提之亂。青提還是綠葡萄，位於基隆的40甜點因將甜點名稱命名為青提檸檬馬卡龍，因此遭網友留言抵制。業者也發聲明說，本店沒有任何政治立場。位於高雄的享甜蛋糕專門店日前也推出焙茶青提而遭炎上，業者緊急在社群平台致歉，並將產品改名稱焙茶綠葡萄啊，有沒有看到？全部在出征跟狂殺啊！你自己看，真的是瘋了。蛋糕名稱想說一下，當初去焙茶青提只是覺得念起來順口好記，沒有特別的含義或立場。我們只是對小夫妻用心經營一間小小甜點店，初衷是把甜點做好，希望帶給大家單純的喜歡與溫暖。如果這個名字讓任何人感到不舒服，我們深感抱歉，也重新改做名稱，希望大家理解包容。也謝謝走進甜點店裡每位你。不知道為什麼要道歉呢？但是他就是道歉了，他只能道歉，他不然怎樣？那你看哦，改都改不完。所以青鳥是全台灣到處滿世界到處攻擊人，只要因為他一言不合，他覺得你的政治立場有問題，這就是所謂的支語警察。因為所謂他們認為這是中國用語。是館長阿管看到這件事情也是火了哦，所以阿管也伸出了一個援手。你們看到阿管呢？阿管怎麼做呢？阿管这種超好笑的哦。青鳥幹你娘！館長是守在時代尖端的男人。然後館長留言什麼？青提還是葡萄？我只知道青鳥吃屎吧，支持店家跑去買。跟你講哦，因為阿管去挑釁青鳥這件事情啊，青鳥又火大跑去出征阿管，你知道嗎？阿管又貼了一個超好笑，真的超好笑。青鳥，你信不信我放個阿胖讚都比你的脆多，幹一堆造謠爛文章？然後呢，阿管1.6萬讚。阿胖比青鳥還會承擔一切，這體格太福態了，不管是館長和員工，寵物的待遇都是非常高規格，真的是很北藍哦。然後這事情還沒結束哦，後來呢，因為這個青提的事情嘛，然後就搞到國台辦也得回應這件事哦。來，我們來看一下國台辦的回應。荒唐可惜。好，就這件事呢，最關心國台辦發言的是誰呢？我告訴你，是青鳥啊！你看啊，青鳥把它貼出來，本來對青提2字是不是支語沒感覺，認為真的大驚小怪了，沒想到國插辦才出來幫青提認證，就是支語沒錯。這是跨海救援還是提汽油救火呢？說好肉帶與國插辦真有默契啊，絕對沒有人想到一顆小小的葡萄竟能驚動兩岸意識形態。我必須不避諱的說，支持青提就是支持國插辦，媽的笑死啊，對不對？啊，然後你看哦，競檢吶，競檢吶，啊，又在那邊好故意渲染這件事，然後青鳥現在就定性了，支持青提就是支持國插辦，所以以後你講青提，你就是阿共同路人，你知道嗎？瘋了！我本來覺得沒什麼，但被官方一說，頓時零購買欲啊，就是去中化啊，怎麼了嗎？那一家店背後不簡單哦，居然讓國台辦講話，大家記得留給60%人去消費，你看又在玩這種撕裂跟割裂，非常的瘋狂。你以為這件事情是現在才產生的嗎？我跟你講，為了這個青提哦，我還做了一些調查，我來收集了一些資訊哦，來給大家分享一下。針對支語的風潮是從去年年初就陸陸續續傳，其實一直都沒停過，只是越來越嚴重而已。你來看這一段哦，這去年很夯啊，這一段傳了231.8萬哦，這也是一隻小青鳥。In Taiwan, we don't say 巨好看 we say 小好看 In Taiwan, we don't say 公交車 say 公車沒就是巴士2025年咱好好啊講國語恁講好唔好？他就大概好好啊講國語，結果他用台語，這邏輯就有病啊！我覺得很好笑的是，你最後所謂的國語也是融合很多不同文化元素的語言習慣，你整個影片的主體是講閩南語哦，別忘了閩南語來自對岸日文外來語，究竟是這個國語怎麼第一種區別的語言是來溝通的，一個外來的阿都要用着帶着方言或是口音的中文，甚至帶有對岸習慣的中文用語，我相信你不會特別去糾正或靠北它。那台灣人想要什麼樣的大眾化用詞也是人家的自由，對吧？文化自卑
資語警察。你不覺得其實我們某些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人像在活在牆裡的一群人嗎？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是一種文化自卑的具體表現而已。對岸也有人用台灣這邊的特殊方言或用詞，但從沒聽過對岸有所謂的台語警察這樣的東西。我們很多人有一天自說自己多元包容，日文、英文各種外來語混雜，閩南語、新式台語都暢言無阻，然後看到來的詞就當起資語警察，一邊笑着對岸的人都活在牆裡，結果看到對岸來的用詞卻蓋一道文字獄，不許我們跟着人去用，非常的自卑啊，真的非常。我跟你講，這一種人很多啦，就是他們特別的貶低台灣的主體性，然後呢害怕所謂台灣主體性的消失，結果卻用那一種敵視的態度，然後說自己很自由，但是整天到晚出征別人。希望大家不要再被資語影響咯。抖音、歐巴、反饋、回饋、視頻、影片、信息、訊息、酸奶、優格、土豆、馬鈴薯、西紅柿叫番茄，質量叫品質。其實質量跟品質不能完全相對應。煙花叫煙火，絲滑叫順滑，女權叫女性主義。天哪，你民進黨先抓去關了吧，太扯了。早上好不能講是早安，晚上好是晚安。大陸是這個，大陸叫中國大陸。我的天哪，大陸就叫中國就好了，幹嘛假？有什麼好假掰的？你看咯，他說歡迎任何台灣人呢來指正錯誤，但我這要講一下，資語屬於一種已經存在的文化，已經存在的滲透，辨識資語應是台灣資訊戰中的基本識讀能力。老實講，我覺得很問號，中國人為什麼要學台灣用語或台灣語言？他們要找資料很容易，我們甚至有建立資語庫，真的不會是靠我這一篇文才會知道。很多人已經在用，只是不知道來源，也沒意識到背後的思維跟文化差異。提醒資語對台灣的影響是一種揭露，也希望大家真的別搞錯重點。三觀認知、價值觀認知，三觀是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而不是只有價值觀哦。震碎三觀這個東西都慢慢用了幾百年了，所以我就講了嘛，這些青鳥就是一群傻逼嘛，你們還美甲師的，你看 INFJA 台獨美甲師，謝謝極度厭男，不戀不婚，山頂洞人。青鳥有一個特點，非常愛表態，自己愛表態還逼別人表態。講到這個，來我幫你搜尋山頂洞人哈，偉大的青鳥來。山頂洞人在哪裡？山頂洞人是發現於中國北京周口店的山頂洞的碗茄子。有人看到我們跟我講，委員早上好。其實我跟他講，我一點都不好。你不會講早安嗎？早安，早安，早安嘛。很普遍，還有很多，還有很多。IG 美妝網紅簡直是資語重災區耶！而且你看這個人更好笑。其實我也沒那麼反對資語啊。有些資語啊，我覺得比台灣的用法更清楚，但資語常讓人痛苦的在於，明明同樣的詞彙有更好、更美感的詞可以聽到，他們偏偏能選到比較難聽的。冷白皮為什麼不能說冷調膚色、白皙膚色？媽生好皮，直接說天生好皮膚也可以。油皮、乾皮，明明講油性肌膚、乾性肌膚也好聽得多，為什麼他們能選到比較沒有美感的說法？所以綠葡萄就比青提好聽嗎？哈哈哈哈哈！我就讓你就找這個。是不是？所以你知道這是一個青鳥社群的集體瘋狂的現象。真的有點受不了，拜託台灣人可不可以不要學中國人講什麼00後嗎？00後到底幾年級？不覺得算一下才知道幾歲嗎？直接說7年級生、8年級生不是更直覺嗎？以前我是這樣沒有錯，但是現在我越來越覺得講西元比較快了。就有些看不懂，我知道00後不是西元紀，00後相對台灣來說是幾年級？那這個詞在中國相對是用在2000年，2000年後不是00後吧？搞錯重點，說我在反對西元紀年，我會直接封鎖，謝謝靠北，笑死！年級生很過時欸，直接講幾年次不好嗎？真的，因為在我這個年代，就是說我已經不知道什麼7年級、8年級生，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說7年7班、8年8班之類的。對，我就是聽不懂啊，所以這樣是幾歲？00後就是2000之後出生的，這不是很明顯？照你這樣講，那請問110年後出生小孩，我該怎麼稱呼啊？對啊，11年級嗎？好難聽，好難講哦。
我民國90年生的，真的不會說自己9年級耶。我覺得會講年紀只有6、7、8這3個區段最多，自己真的覺得講年紀很難反應過來。身邊也沒有多少人自稱9年級了，更多是卡在千禧年出生的，講西元比較好判定幾歲，以及民國幾年。你說這年級生更直覺也跨了9歲，9歲的差距幅度很大，等於是小一到高一更難判斷年齡吧。幾年級這種用法在扣入民國100年之後越來越難用，之後只會更難用，只能說是老。這只能說明你是臭老人，別人能溝通是你自己聽不慣，還不適應去糾正別人。對，這樣就很像阿公阿嬤。哦，對，爹味很重，就是跟他講什麼新的用語，然後他都反对，他又不接受，他就什麼都覺得都不要，我不要。对，很奇怪，為什麼要拒絕時代的進步？對啊，其實都是跨10年了，什麼都要扯支語，語言就是一直進化融合，你不接受就只是被嫌老而已。哦，你看啊，前陣子才有人在那邊 po 文說，為什麼老一輩喜歡用民國XX年，還要換算成西元太麻煩，只能說網絡什麼樣都能用，就2個並用又不會怎麼樣。你的身份證就寫民國，你怎麼可能忘記？不是，我跟你講，這都故意找茬的。從小到大一定有健保卡，健保卡上面會寫你是西元幾年嘛，還不是自己換算的啊？西元4碼你都記得了了，或民國忘記，那民國3碼你都記不了，你西元會記得？這故意找茬，他們就是故意在搞事啊！我跟你講，而且我跟你講這一段哦，這個青鳥超級混亂，為什麼？青鳥是討厭中華民國，青鳥是討厭要去中化，可是說到年齡的時候，他們要死報中華民國紀年。然後再來。還有，我真的覺得教育部很爛啊！明明是最重要一個部門，放任國小、國中學生整天在那邊用中國用語，讓社會不斷衝突。聽到一個國小說閨蜜，不知道閨什麼蜜。你看，閨蜜真的是很爛的支語，愛心。我從國小就用了閨蜜耶。他意思是說，以後國小、國中生、高中生用所謂的中國用語要怎麼樣？喊個字罰1塊錢哦！你在禁台語運動是不是？所以我說青鳥最終一定會成為他們口中他們最討厭的樣子。中華歧視，說個笑話，南支那人歧視支那人，幹嘛分這麼細？大家都是支那人。笑死！你知道為什麼叫南支那人嗎？這是日本人的分類，南邊人中國人就是南支那人。用着中文寫支語這個詞，不知道是在自己歧視自己，好悲哀。看到支語，貌似心情變得好差哦。本來星期天開開心心的來看拉拉的婚禮期，看到中國用語出現在裡面，真的很掃興。哈基姆貌似是感冒了，貌似也不行，因為脆的演算法太可怕，導致你講什麼智障話，只要夠極端都會廣為流傳。貌似就算平常很少用，看到也秒懂，完全沒有歧義。這年頭不讀書的聲音最大，網絡時代垃圾資訊實在太恐怖啦。沒讀書超越自己小學口語範圍就說是支語，這個講得最好啊！支個屁！小學國文老師常請假嗎？估計是感冒了，這才是吧。好的估計，靠北。第一能看到什麼都支語，都沒想過是自己腦殘沒知識，還po網昭告天下自己是腦殘。白痴以後都不要用成語了啊！看到中文字就到處撒野，有沒有？所以就有人感嘆啊，2022年1月，台灣突然掀起了文字獄。不是，我跟大家講，剛才調查已經很久了。所以支語警察本質是把霸凌包裝成道德，把偏見偽裝成文化自覺，用反支語當免責條款，合理化對人的羞辱。我也追蹤啊，這個又是另外一個人啊，曾經喜歡的 KOL 啊，現在也開始絲滑的只言支語了。然後呢，每次用心制作影片、時尚資訊都莫名其妙被獵物，真心覺得這個社會病啊！你看，这個人說，有時候根本也不知道是支語，就很順的用了，被套立場，這活在這世也太苦。就是好用才會不自覺的選用那個嘛。如果警察們在乎是文化用語被其他國家慢慢承認 ，good 你們有警覺性很好，但警察們不知道，約莫20-30年前，台灣的歌曲、綜藝節目、明星、文化、流行鯨吞其他國家的。你們知道剛開始韓流甚至好萊塢巨星都搶得上台中嗎？台視那句話有警覺性真的很好，但文化輸出不是中國專利，不是韓國專利，不是哪一個專利。當你們成為正義的警察時，也問一下，時至今日我們的用語、流行、綜藝節目、戲劇無法再輸出到其他國家。如果自己不夠強大，只是一味要求其他人不准被特定文化入侵，你的兄弟止於如此，你無法再讓你希望的世界知道台灣，讓世界知道。青鳥已經到了不分青紅皂白，沒有任何是非的程度，瘋狂出征霸凌。他們其實是透過一種講支語不對的方式來霸凌特定的政治立場的人，甚至是不特定政治立場的人，只因為反中不絕對，絕對不反中。而且最主要的是，當中有很多人那個程度之差，腦子有洞。為什麼腦子有洞？因為他們已經被仇恨給引心引腦，
我是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可悲。我想哦，這個今天也是給大家分享一下，因為這一些支語的事情我已經追蹤了很久了，然後結果沒想到這一次為了青體而大爆發，也算是給青體做個結論這樣子哦。那這個我覺得這些廠商要加油了哈，有機會再去給他買高官一下。如果遇到什麼支語警察就幹他就對了，不要退縮。語言本來就是一種文化融合的過程，你今天台灣不長進，沒辦法對外輸出文化。以前台灣的歌曲、台灣的戲劇、台灣的電影，整個華語圈是橫着走的，是走在最尖端的。現在不行了，就回過頭來自閉，關自己的門，然後呢，關了門之後在那邊痛批別人說你為什麼要講支語？結果我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他們是原地踏步、固步自封，而且是一群意識形態掛帥，透過這樣的遊戲來霸凌別人。這甚至不能說是遊戲，這是一場獵巫的行動。就是這樣，是可悲的一個結果了。